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不孝倾国倾城，一孝形象全无。新生代影视女星中，白鹿的业务能力绝对名列前茅，毕竟她在《凤求凰》中一人分饰两角，演技炸裂，更是被网友评为眼神开车第一人。其后的玉楼春周生如故，又让观众们见识到了她塑造角色的多变性和倾国倾城的古装扮相。白鹿的长相温柔中带着一丝英气，所以她优雅端庄的世家千金和霸气潇洒的江湖侠女都能完美把握。但现实中的白鹿却是一个表情包输出机，勇于豪迈的开怀大笑的她毫无偶像包袱，只要她一笑就会直接从女明星沦为搞笑女，都不用担心黑粉没有丑照可截。不孝的白鹿，倾国倾城，优越的五官样貌。白鹿的五官分别来看都不是特别出色的类型，但拼在一起却又甜又飒，十分的周正漂亮。只是因为她本身有一种典雅古朴的气质，刚好是我们审美中东方美人的形象，所以衬得整个人瞬间升华了不少，既自然耐看，又透露着古典雅韵之美。白鹿的眼睛眼头低而眼尾高，显得没那么圆润可爱，但好在其卧蚕饱满肥厚，不仅放大了双眼，而且还配合眼型有一种笑眼的感觉，显得人明媚阳光，极具亲和力。而她的鼻梁虽然不高，但鼻头十分圆钝，起到了修饰瘦削脸型和缩短面中的作用，同时也弥补了其眼型缺少的可爱少女感。现代女神装，不得不说，白鹿私下的穿搭一直都审美在线，她清楚自己的长相是清淡雅致挂的，所以穿搭中很少出现浓烈的配色，大多都干净简约，看着十分清爽整洁，显得人纯真素雅，很有少年气息，也因此有一定的减龄效果。姐妹们想穿的年轻显嫩一点，可以学白鹿多选柔纱粉、baby蓝、鹅黄色这样奶乎乎的配色，从而提升幼嫩可爱的萌态，也更有小女生的娇羞之感。而服装款式就尽量选简单一点的，这样才会有乖巧温润的感觉，切忌赘饰过多，否则会降低高级感。古代仙女装，经常看白鹿综艺的人是不是已经忘了她还有这么安静淡然、仙气飘飘的一面了？其实像白鹿这种古典气质型的美女，特别适合古装扮相，常得太过惊艳的穿古装反而会有一种艳俗风尘感，不似白鹿这般端庄高级、落落大方。白鹿的古装一定程度上与刘亦菲类似，都特别适合清新淡雅的风格，这样能衬得她们更具高岭之花的气质，给人一种神女般不可亵玩的圣洁肃穆之感。更巧妙的是，微光半透的薄纱和随风飘荡的宽袍大袖为整体穿搭增添了一丝朦胧神秘和轻盈灵动的感觉，显得人更像天上仙女一样虚无缥缈，不染纤尘。大笑的白鹿，形象全无。为什么大笑会让人变丑？总有一些和白鹿一样的姐妹，不笑是优雅女神，一笑就变成了那女的，所以有的人会因为笑时候太丑而误以为是自己不够漂亮。其实笑起来会变难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笑的方式不对，比如笑的时候嘴咧太大了，就会露出过多牙齿、牙龈，甚至连喉咙都清晰可见，这样吞天式的姿态当然不好看，不然古代女子怎么会有笑不露齿的仪态规定呢？另外，大笑的时候苹果肌会受挤压而异常突出，表情纹也会明显加深，所以整个面部神态会显得怪异扭曲，纹路也会瞬间让人显老几岁。大笑也有优点，大笑除了会使人面部扭曲变丑外，还有一种狂狼不羁的放纵感，这种感觉容易把人塑造成大大咧咧、热情豪放的形象，所以一定程度上会起到增添个人魅力的作用。但凡事都过犹不及，如果你控制不好度的话，
就会显得人闹腾、不文雅，有时会让人误解为缺乏礼数。但大笑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欢乐，因为这样自信张扬的笑容感染力极强，会使人不自觉地加入其中，共同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再说了，不是还有一句话叫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吗？多笑笑总是没错的。白鹿这种自然不做作的女星其实更符合当下网友粉丝的喜好，虽然笑容会使她形象全无，但美女终究是美女，只要再稍微注意下表情管理就好了。2. 白鹿带火了一种穿搭叫外面放纵，里面优雅，甜美又减龄。新生代小花们与以前的女明星相比，她们更多的不再是因为出众的颜值或者是精湛的演技而受到观众和粉丝的喜爱，因为网络的快速发展，所以明星私下里的人品和性格更加受到关注。新生代小花很多出圈的方式都是因为她们的性格活泼可爱，没有偶像包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白鹿了。虽然白鹿的粉丝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因为看了她出演的影视剧，被白鹿精湛的演技吸引而来，但是最终他们愿意成为白鹿忠实的守护者，还是因为她真诚又可爱的性格。不过因为性格太过出众，许多人都忽略了白鹿其实也是个顶级的大美女，还是一个非常懂得穿搭和造型的搭配师。最近爆火的一种穿搭风格外面放纵，里面优雅，就正是由白鹿带火的，甜美又减龄。最难得的是，非常适合普通的女孩子去尝试。白鹿里面身穿一件淡紫色的吊带丝绸裙，露出白皙的皮肤和优越的直角肩，看起来宛如18世纪的贵妇一样端庄。一般丝绸裙在普通女孩子的穿搭中都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有2点担心：第一是丝绸的质感太强烈，害怕自己气质不够强，会驾驭不住；第二则是丝绸贴身的设计容易凸显自己身材的问题。但是通过白鹿的穿搭，就可以看到这些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觉得丝绸的质感强，那么可以选择浅色系、饱和度低的颜色，比如白鹿搭配的香芋紫，饱和度一低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对于服装单品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丝绸贴身的设计则更加好解决，梨形身材的女孩可以大胆地尝试紧身，能最大程度地展现女性身体的曲线美。要是有小肚子，那么只要像白鹿一样稍微选大一个尺码，就能穿出宽松的慵懒感。白鹿虽然在丝绸裙外面搭配了一件衬衫，但是她却偏偏不走寻常路，把衬衫半脱，粉丝都戏称她不好好穿衣服，可实际上这也正是穿搭组成部分之一。半脱的衬衫外套给人浓浓的放纵感，让整个穿搭的风格一下子就变得大胆跳跃了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优雅端庄里。在日常生活中，女孩子若是担心穿裙子会不方便日常的活动，那这时候就可以向白鹿学习。当需要活动时，把衬衫就当普通的外套穿，这样就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当不需要活动时，就可以把衬衫半脱，当做装饰的一部分。衬衫本身的质感是和丝绸裙一样属于端庄、优雅的类型，所以两者搭配在一起，并不会破坏整体的氛围感。因此把衬衫半脱之后，也同样可以带动丝绸裙的氛围改变，却又不显得突兀。不得不说，现在想要在娱乐圈中一直火下去，人品永远是考验的第一关。这也难怪白鹿自从爆红之后，一直都在娱乐圈中人气高涨，完全没有昙花一现。也正是因为白鹿的性格活泼大方，所以她和普通的女孩子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像是大家日常身边一个美丽却又有趣的大美女。因此学习白鹿的穿搭，要比学习其他的女明星更加贴近日常生活。